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。今天这期咖啡屋分享的内容是，去了日本才发现，满街的长裙和长裤，时髦不压身高，从容又得体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提到亚洲女性的穿衣风格，中日韩三国各有千秋。韩国女性偏好时尚前卫、富有个性的搭配，中国女性多倾向于简约大方、利落耐看的风格，而日本女性则讲究舒适、端庄与分寸。漫步在东京街头，你很难看到夸张或暴露的装扮，多数女性身着长裙或宽松长裤，色调克制，线条柔和，却在不动声色中展现出一种从容与得体。她们不喧哗，不张扬，却总能在细节中体现出自己的品味。哪怕身材并不高挑，也能通过合身的剪裁与比例搭配，让整个人显得挺拔有精神，气质沉静中自带吸引力。这一份不刻意的优雅，恰恰是他们最令人着迷的地方。接下来，和咖啡屋一同走进他们的日常穿搭世界，看看那些藏在平凡中的审美智慧。一，看了日本女人的长裙长裤搭配，才知道她们为什么这么穿。到了夏季，女生们的搭配误区就是必须得露，总以为露得多一点才时髦洋气和清爽，于是出门就是各种超短裙和超短裤。可在日本街头逛一圈才发现，人家早把长裙长裤穿出了新境界。错误示范，穿短裙穿裤。原因一，容易走光，舒适度差。很多姐妹到了夏天都爱穿短裙短裤，但我想问问你，这么穿真的舒服吗？特别是夏季出门，在人群多的大街上，很多姐妹穿短裙短裤的时候，总是时时刻刻担心走光，步伐都不敢迈得太大。明明衣服是为我们服务的，结果怎么变成了我们被衣服拘束了呢？原因二，暴露身材 bug， 腿粗腿型差的人不能穿。O 型腿，小腿肌肉发达，大腿有赘肉，这是很多姐妹都存在的身材问题。要是你没有特别好的身材，穿短裙短裤就等于自曝缺点。当然，我并不是给大家制造身材焦虑，只是有的时候穿衣学会扬长避短很重要。要是穿着不好看，那我们不如直接放弃，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单品。正确示范，穿长裙长裤。看了上面的错误示范，再看日本女生的长裙和长裤搭配，你就能明白这样穿的优势在哪里了。不管是日本的阿姨还是年轻小姑娘，穿着长裙和长裤都不用再担心走光问题。穿着舒展大方，质感好一点，版型利落一点，还能在干练中透着精致范儿，露出的肌肤不多，反倒是更耐看了。二，跟着日本女生穿长裙和长裤，解锁真正的高级感。长裤这么选择和搭配：一，裤型选宽松，不选紧身款。看裤子先看版型，这是我们买裤子首要做的，否则舒适度不合格，还容易暴露身体的缺点。日本女生就不会这样穿搭，因为在她们的搭配中，我发现紧身裤的出镜率很低，夏天贴着双腿容易闷出汗不说，腿型不好看的美眉穿也会自曝缺点，美观性差。所以我更建议你们换成宽松的裤型，腰部可以内收一点，胯部也可以宽松一点，结合着宽松的裤腿，就算你胯宽腿粗屁股大，也能秒变大长腿。二，面料有垂感，质感好。长裤的搭配如何才不显累赘？裤子的面料很重要，日本女生选择的长裤都是基础款，但出彩的点就在于面料都很优质。他们告诉我们，好的面料垂坠感强，穿起来有一种自然的延伸感，
能进一步拉长比例。而皱巴巴的面料，建议你价格再便宜也别买，不仅显廉价，还会让裤型垮掉。加上本身比例不好的，穿这种拉垮的长裤会更拉低整体的气质。日本女人穿长裤的技巧，显瘦增高的关键，腰线。日本女人的长裤搭配也不是乱穿的，特别是比例一般般的小个子。来试试跟着日本女生拉高腰线。一般来说，当你的腰线位置每提高1厘米，腿视觉上看着就会长1厘米。选短款的上衣塞进高腰的长裤之中，或者是再系一条腰带，可以丰富搭配的层次感，还调整了身材比例，显得腰细腿长。长裙这么挑选和搭配：一、长裙要过膝盖，不遮住脚踝。日本女生们的身高普遍不高，为什么穿长裙却不显矮呢？有一个关键的技巧，那就是裙长拿捏得好。最合适的裙长就是遮挡住了小腿最粗的肌肉，且裙摆落在脚踝以上3厘米，把腿型和腿粗的问题都藏住了，也秀出了最纤细的部位，视觉上可以有明显的显瘦增高效果。二、剪裁要挺阔，切忌拖沓无腰线的款式。比起追求时髦，日本女人更注重搭配的舒适度，但追求舒适感的同时，也别忘了对身材的修饰性。她们虽然喜欢穿宽松的长裙，但却不会任由宽松的裙摆把自己的曲线盖住，不穿过紧的裙子，也不穿臃肿的宽松长裙。她们讲究的是腰部恰到好处的剪裁，利落又挺阔，配合面料的垂坠度，就可以无形中拉长比例。但千万不要穿松松垮垮的长裙，容易显胖显矮，影响咱们的气质。三、选素色不选花哨款，更耐看。夏季穿裙，好多姐妹爱选择花里胡哨的彩色款，说好听点是多巴胺风，说难听点就是精致土。再看日本女生的搭配，我才发现纯色长裙的魅力所在。日本女生的衣柜里，黑白灰还有大地色的比例最高，此外就是一些低饱和度的莫兰迪色，简单大方还耐穿。即便是穿有花色的裙子，花纹也是简约不繁琐的，而不会用花花绿绿的花纹铺满全身。长裙的搭配方案，长裙之美在于它自带的柔和线条与包容气质，但要真正穿出显高显瘦的效果，除了选对裙子的版型外，鞋子的搭配也格外关键，甚至可以说是成败的分水岭。在东京街头，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细节，日本女性在搭配长裙时，鲜少选择厚重或夸张的鞋款，像厚底鞋、坡跟鞋这类量感重的鞋子，虽然看似增高，却会让裙摆显得沉重，削弱了整体的线条流动感，反而使人看起来更矮，比例失衡。相较之下，系带凉鞋、前口单鞋等轻量感的鞋型又显得更加得体。它们不仅在视觉上留白，带来透气感，也能在不刻意的前提下撑腿部线条，让整体搭配更显清爽干净。去了日本才发现，今年不兴小黑裤高跟鞋了，这样穿才是真的美。不可否认，日本女人的穿搭的确很有品味。走在日本街头，你会发现她们早就已经不穿小黑裤高跟鞋了，从不刻意凹造型，而是更爱简约自然的搭配方式，营造出松弛高级的状态，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时尚宣言。不想让自己的穿搭太普通，就要学会借鉴日本女人的搭配模式。像这种舒适松弛的穿衣法则，可以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，让脚步逐渐慢下来，让压力彻底释放，毫不费力地赢得时髦感，真是美到了骨子里。一、
日本女人的穿搭必杀技，扔掉小黑裤、高跟鞋。为什么日本女人不爱穿黑裤子、高跟鞋？原因分析一：黑裤子包裹性太强，暴露腿型缺陷。日本女人的高级感往往就藏在穿搭当中。之所以她们放弃小黑裤，主要原因就是黑裤子包裹性太强，自以为时髦百搭，实际上会暴露腿型缺陷，穿在身上平平无奇，甚至还会有路人感，对气质的影响力极大。原因分析2：高跟鞋穿出门累脚，影响足部健康。仔细观察日本女人的穿搭，你会发现她们很少会穿高跟鞋。说句实话，如果不是工作需要，真的没有人爱穿高跟鞋。穿出门没走几步就累脚不说，长时间穿还会影响足部健康，导致脚部畸形，真是妥妥的美丽刑具。跟着日本女人选裤子，轻松隐藏短板。1、宽腿裤，舒适藏肉，时尚感爆棚。相比起小黑裤，其实有很多裤子更值得大家去信赖。比如宽腿裤，穿在身上活动自如，完全不会束缚腿部的活动，而且各种场合皆可穿。宽大的裤腿透气性也特别好，很符合夏日的穿衣需求。2、烟管裤，裤腿笔直流畅，穿出好身材。烟管裤相信大家都已经不陌生了，这款裤子最大的特征就是裤腿笔直流畅，整体形状犹如细长的烟管，从膝盖到裤腿宽度一致，腰部位置贴合身体曲线，通常采用高腰的设计，可以穿出显瘦显腿细的效果。3、小白裤，清爽简约又百搭，增加轻盈感。说到小白裤，相信很多人对它的印象分都很高。白裤子一年四季皆可穿，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，选择面料轻薄的亚麻小白裤，透气又舒适，而且白色自带清新干净的视觉感受，可挑选的款式也很丰富。4、工装裤，帅气飒爽又时尚，设计独特。作为一款独具魅力和实用性的裤子，工装裤备受日本女人的追捧和喜爱。多口袋的设计不仅具备很强的装饰性，而且实用性也超高。凭借着宽松的裤腿设计，轻松藏住下身赘肉，面料厚实耐磨，长时间穿也能保持最初的状态。扔掉高跟鞋，换成这些舒适又时髦。1、浅口平底鞋。裤子鞋子是一家，选对裤子的确可以改善身材上的不足，而选对鞋子则可以锦上添花。日本女人很喜欢穿浅口平底鞋，轻便简约的鞋型款式，穿在脚上轻盈感十足，露出脚背和脚踝线条，能够让脚部更加修长纤细。2、小白鞋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自然少不了一双小白鞋。作为典型的百搭之王，小白鞋的款式特别多样化，有板鞋、休闲鞋、帆布鞋等等。鞋型外观通常比较简约，可以搭配各种风格的服装。3、运动鞋。无论是穿裤子还是穿裙子，都可以搭配一双运动鞋。很多人觉得运动鞋局限性太强，但其实那是你没穿对。一双合脚的运动鞋不仅可以提供支撑性，而且还具备缓冲性能，能够增加脚部的稳定性。2、解锁日本女人的时尚穿搭法则，甩掉路人感。法则1：腰线的刻画不会太生硬，越自然越舒适。短上衣露出衣百穿，穿衣打扮最重要的就是身材比例的分割，所以腰线的刻画是很关键的步骤。但这个步骤一定要拿捏好分寸，直接选择衣摆不过托的短上衣，搭配高腰长裤，
就能很自然地营造出来3-7分的效果。一摆塞裤腰保留空间感。若你采用了上衣塞裤腰的方式，那么腰部位置一定要保留空间感。衣摆塞进裤腰中之后，再适当扯松一点，避免太过紧绷的情况出现，松弛又藏肉。法则2，控制好露肤面积，适当露肤更迷人。小面积露出颈部和脚踝。关于露肤这个话题，相信很多人都是特别关注的，尤其是夏季穿搭，如果没有控制好露肤面积，就会显得特别俗气。搭配长袖长裤的时候，建议可以露出颈部或者脚踝线条，服装和鞋子之间保留合适的距离。若是整体性比较强的连衣裙，那么就要控制好和鞋子之间的关系。裙子长度不到脚踝，露出一截小腿线条，鞋子款式不遮脚背，露出脚背肌肤，延伸效果就特别好。法则3，配饰的点缀必不可少，精致感塑造。首饰不能抢风头，款式小巧更合适。在挑选首饰的时候，建议大家可以根据穿搭而定。精致型的小首饰千万不能抢走服装的风头，即便是基础款的搭配，只需要佩戴上耳钉、锁骨链或者手链即可。包包颜色不扎眼，基础色更百搭。实用性的配饰也是必不可少的，其中就包括包包。俗话说包治百病，一款合适的包包自备治愈的效果。包包的颜色和服装可以形成对比，让造型更有层次。能选基础色就不要选花色。时尚的终点往往不是新潮2个字，而是耐看与舒服之间的平衡。我们一路追赶潮流，以为高跟鞋、高定风、爆款穿搭才是精致女人的标配，后来才发现，日本女人用简单素净的单品穿出了不费力的美感，优雅大气又有质感。她们不追求繁复，也不刻意迎合，而是从材质、剪裁、颜色到配饰与鞋履，每一处都以合身、得体、实穿为核心。这种风格不喧哗，不张扬，却能在人群中安静静地脱颖而出。其实，这样的穿衣智慧也正在悄悄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，尤其是一些中年妈妈，她们告别了早年的艳丽张扬，开始走进生活本真的审美里，选择那些真正适合自己的衣物，比如优衣库和 MUJI。 这2位杭州妈妈就是很好的例子，她们的穿搭没有复杂的设计，却自带从容与清新，看一眼就能明白。女人越活越明白以后，才真正懂得穿衣的意义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来看看为什么劝女人多穿优衣库、无印良品。看这2位杭州妈妈就知道答案了。1、为什么劝女人多穿优衣库、MUJI？ 看对比我悟了。理由1，性价比极高，品质不输大牌。大牌服装的质感确实大部分都经得起考验，可价格往往也高得让人望而却步。要是你花个5位数买一条裙子，就算是穿个好几年，那性价比也不算高。对于预算一般的女人来说，日常出门也没必要穿这么贵的衣服。而优衣库和无印良品的性价比就高多了，基本上都在500元以下，打折的时候几十元都能买到一条连衣裙，在保证品质的前提下，还有着相对亲民的价格，这真的太香了。穿过优衣库和无印良品的女人都知道，其实她们在面料选择、制作工艺等方面并不逊色于一些大牌，穿起来舒适随性，自带一种高级感。理由2，有搭配模板，照着穿不会错。还有好多人买衣服的时候，一点搭配思路都没有，看到这个也想买，看到那个也想买，结果买回家根本不知道怎么搭。
这不是白白浪费钱吗？但优衣库和无印良品就不一样了，因为他们的门店通常都为消费者提供了丰富的搭配模板，从上衣到裤子、裙子，再到鞋子、配饰等，大家可以参考模特的穿搭，如果有喜欢的单品，可以照着入手一整套。理由3，款式无灵感，20至60岁都能穿。市面上很多女装品牌设计的衣服都是有针对性群体的，要么是针对年轻小姑娘，要么是针对中年大妈。但优衣库和无印良品的服装面向群体就很广泛，因为他们的衣服款式简单大方，不带有明显的年龄标签，20岁年轻女孩能穿，50、60岁大妈也可以穿。这种无灵感的搭配能让年纪大的女人也穿出年轻感，且根本没有扮嫩的嫌疑。2，跟着杭州妈妈穿优衣库、无印良品，解锁极致的高级感。1、优衣库、无印良品的选款攻略。攻略1，版型切忌过松、过长，腰线很重要。大家发现了吗？优衣库、无印良品的衣服基本上都是比较宽松的版型，所以大家选款的时候一定要试穿过后再入手，别盲目的选择过松、过长的款式，穿上很容易显得人拖沓，没有精神。选款时咱们可以挑选掐腰设计、剪裁贴合身材维度的合身款，这样才不会压低比例，穿起来更有精气神。攻略2，颜色切忌太暗，多穿冷色调。优衣库和无印良品的服装颜色以基础色为主，黑白灰以及大地色的占比特别大。虽然这些颜色经典百搭，但中年女人挑选的时候得注意，尽量避开暗沉的大地色，比如深棕色和驼色，夏季穿会显得很闷，气色也会衬得比较差。要是你年纪大了，可以参考这些妈妈，多选冷色调的服饰，白色、浅蓝色都很显白，适合夏季穿。2、优衣库、无印良品的穿搭要点。要点1，配色不能杂，用顺色搭配更高级。优衣库和无印良品的服装本身风格简约，大家搭配的时候很容易陷入误区，以为要加入一些彩色单品才时髦，可这样的搭配思路不适用于优衣库、无印良品的衣服。要是配色上过于杂乱，会破坏整体的和谐感。可以参考这些妈妈们的搭配，要么用顺色，要么通过相邻色进行搭配，避免单品的颜色产生太明显的差异感。2、基础款不出彩，试着一至2款配饰点缀，别小瞧优衣库和无印良品的服装设计，虽然第一眼看过去都不出彩，多为基础款，但人家的优势就在于搭配方法更多样，风格更百变。要是穿上一件基础款的衬衫、T 恤不出彩，可以参考这些妈妈，搭配披肩或者丝巾，用适当的配饰点缀就能够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。看完这2位杭州妈妈的穿搭，是不是瞬间 get 到优衣库和无印良品的香了？其实啊，穿衣哪有那么多规矩，关键是穿得舒服，穿得自在就行。当然，如果还能悄悄提升气质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看完这2位杭州妈妈的穿搭，终于明白，优衣库与无印良品的无趣，其实藏着真正的高级感。那些看似平平无奇的基础款，恰恰最能展现一个人的生活态度。没有繁复的设计，却有恰到好处的剪裁；没有亮眼的配色，却有极强的包容度与实穿性。他们没有刻意追求所谓的时尚，但却在举手投足间透出一种松弛自洽的气质。到了某个年龄，穿衣早已不是取悦他人，而是回归自己。比起费尽心思追潮流，更想每天起床随手一穿，就足够得体、舒适、有分寸。
真正懂得生活的女人，从来不需要用穿搭去证明自己，她们的美藏在那些看似简单的衣服里，也藏在日复一日的沉稳与清醒中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欢迎留言和投稿。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